嗨，你来了。Hello， 好，进来吧。我是立稳营造董事长，同时也是莱特休闲事业创办人陈顺志。我在营造业打滚了20几年，因缘际会下，我踏入休闲事业。去年的时候，我创立了游猎行脚，其实这已经准备了10几年。我希望游猎能够成为全台湾最具特色的野生 Villa 聚会所。走出这里之后，就会发现有一个落雨河道，这个是我们自己下去做的。是。那当时看到这一块基地，会购买，就是因为这里有一个河道，它把整个基地包围起来，那它就构成一个我不需要围墙的一块基地。那你从外面进来之后，它可以独立形塑，属于自己的一个天地，不会跟外界任何人干扰。那野奢这个概念，其实在台湾这一边是没有那么常遇到的。董事长希望怎么样将野奢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灌注到行脚这边来呢？所谓的野奢，就是极尽可能的在户外，然后跟大自然接触。能不能在户外用餐？能不能在户外泡澡？能不能在户外跟朋友相聚？我一直在极尽可能的把所有在室内可以的生活，把它搬到户外了，然后跟自然环境去连结。董事长有一篇文章，大概就在介绍水池，连水池的高度，董事长你都算过了，怎么那么厉害？其实水池我让它深度只有80公分，以泳池来说，如果你跟地平齐平，人就会沉得太低。那事实上，我们水池并不深，但是我又稍微把它抬高，就是人会坐在这个池畔边的时候，它可以跟周边没有下水的人也可以产生一个互动关系。其实我本身是营造业，我新建过各种不同的建筑，包含说住宅到厂房到医院到旅宿，全部都是接触过的。这是不同的建筑形态，它需要不同的功能，所以在这些过程其实是给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。就是我会去了解各种材料跟人体工学它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。为什么会立志想要从事这个行业？对建筑这件事情就是很有兴趣。因为我觉得建筑它可以为你一辈子留下痕迹。比如说30年后，我可以带着我的孙女，然后去告诉她说，这是爷爷30年前或40年前盖的房子。你所有的一切都是会留下痕迹，它是一个100年的艺术品。这个就是我那时候光是看到照片就超惊讶的这个 box 黑色盒子，对，狩猎屋。因为旁边可能会有一些危险，会有一些野兽，所以它必须要撑高到树屋。它的底下其实就是它的客厅，可以聚会的地方。像这样的聚会空间是没有围墙的，它的一个特点就是都能够跟户外互动。我360度都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景，然后非常香的味道跟非常舒服的微风。然后楼上层是属于它的房间，是属于它的隐私区，这个就是一个狩猎屋的概念。对。董事长，聚会对你来说重要吗？如果彼此之间因为常常相处，然后彼此更熟悉了，其实人的生活就会跟着丰富起来。这个我们就从巷弄进入，然后进到这里就发现一个新的天地。好漂亮，这
是马赛贡院，对不对？我把它称为这个叫水池贡院。水池贡院。对，因为这个水池，然后串起这5间房的一个空间，然后大家就可以在这里晚上的时候泡水、喝饮料、聊天，都在这个贡院里面。一个区我们会有5间房间，然后搭配一个贡院，还有共同的聚会所。我们这一区的聚会所就在这边的2楼。那不同的聚会空间都会有不同的聚会所的形态，所以它非常多元，像是一个部落这样子的存在。是的，是的，每5个形成一个聚落。那同时在这个聚落跟这个聚落，它们之间也能够串联，把门一打开，可以应付各种大型、中型、小型各种不同形态的聚会。董事长，我有一个很想问，其实刚刚我们就有稍微聊到，为什么董事长你很喜欢就是用大面落地窗去展现室内的一些摆设、室内的一些空间？我们从室内能够有所选择，把它打开，因为在这一区大家彼此认识，然后彼此能够有所互动，而不要一直都用石墙把你跟我之间的关系就断开了。你不做石墙，你做这个，你成本一定超高。石墙跟门窗的成本大概差4倍，连里面的器具跟家具一坪是37万多，接近38万。怎么敢花这种本啊，董事长？所以这个也是有一点任性，所以新建到好的时候股东跑了一半，差点盖不下去。对，差点盖不下去。那我就是好，你们要卖，我来买，我就是一定要成就它。我觉得一个信心的问题跟理念、理想的问题，事情不能做一半，你就是真的做到这个位置，你不能因为担心东担心西而不敢去做，因为人生最大的失败就是因为害怕失败而什么都不敢做。欢迎来到我们的白窑餐馆，好漂亮哦！对啊，全区我们都是用真正的木头去打造这一个屋顶顶盖。其实这个窑就是这个空间的核心，对不对？而且它很特别，是一个下沉式的设计。对，然后周边的桌椅全部都环绕着这个白窑。因为一个窑刚出炉，它是一个热腾腾的，这是一个非常有感觉的。那来到这里，我们就开始可以享用下午茶。而且其实我觉得它整个空间的设计真的也很别致。像董事长，其实你有提到，你这一区就是故意先把灯光沉静下来，你不要那么亮。整个白窑餐馆，你用天光、用间接照明去做照明这一块的想法，可以跟我们聊一下。客人他进来大概会是下午4点左右的时间，它是一个白天的状态。那人其实在一个比较昏暗的环境里面，人会比较放松。它可以因为这个让你整个感觉是打开的。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，我们就可以在白天也打上我们的光源，形塑这个氛围。对游猎系列来说，我觉得它可以给我一个契机。这个契机就是到底能不能去改变台湾旅宿的一个方向。台湾有海洋国家，然后也是一个高山的国家，都市生活也非常丰富，它应该非常多元。可是我们去到哪里都是中间廊道，然后旁边房间两边分，我们生活形态太自私了。愿不愿意投资，愿不愿意创新，而不要只是一直在复制。我们台湾也要有自己的特色。